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？你有了钱，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。每月$2008，这是社会安全局公布的2025年的平均社会安全金 （Social Security） 的金额。为了让数学更简单，我们就把它当做每月$2000，也就是每年$24000。如果你像我一样正在30几岁前后，你可能会想，等我65岁的时候，社会安全金应该还会在吧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但有一点我可以确认，就算社会安全金依然存在，每月$2000根本不够生活。今天我们要深入看一个普通人的退休生活到底长什么样。有些数字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，或让你生气。如果你计划某天想退休，这些你必须知道，因为真相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说出那句话，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为退休做好准备。数据证明了这一点。而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懒惰，而是因为如果你不了解金钱如何真正运作，整个系统的设计几乎是在让你失败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会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确切数字，为什么多数人的退休计划会失败，以及3个你现在就可以做的关键动作，其中1个完全不用花钱。我还会分享你在每个年龄段应该储蓄多少，让你知道你到底处在哪个位置。根据2024年的最新数据，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人的月收入的中位数约为$4738，也就是年收入约$56860。在你想好像也不算太糟，我应该可以靠这个过日子之前，让我给你一点背景。53%的退休者说社会安全金将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。然而，普通退休者每年大概仅从 Social Security 领到$24000，所以数据提到的这$56860的退休收入，其余剩下的部分来自于养老金、兼职、投资收益或者他们凑到的各种来源。有趣的是，并不是所有65岁以上的人真的退休了。2016年到2022年的数据显示，只有大约70%的65到69岁的人群完全退休。也就是说，30%仍在工作。2024年的资料显示，在65岁以上参与劳动力、工作或者找工作的人约为1/5，而且其中约38.3%的正在工作的65岁以上的人员是兼职工作。现在来看重点，根据劳工局 BLS 2023年的数据，一个65岁以上的家庭每年的平均支出为$60,087，因为通货膨胀，2024到2025年预期会高于这个数字，所以收入$56,860，支出$60,087，他们每年支出比收入至少多花了$3227。虽然看起来差不多，但这部分钱从哪里来呢？其实很多人他们不是在消耗本来就不多的储蓄，就是在负债或者依赖家人帮忙。退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是轻松无压力的，而是想办法让钱撑得久一点。所以我们工作了一辈子，想要轻松退休的愿望看起来是要破灭了呀！真失败，钱又没谈到，还弄得人见人厌。根据美联储 SCF 的最新数据，65到74岁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数约为$409,900，到了75岁以上，大概会掉到约$335,600。乍看之下，41万好像还不错吧，我快有50万了，我应该很稳。但问题来了，这里包含了你的房子的价值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退休后的最大资产就是他们住的那套房子，但除非你打算卖掉房子换现金，否则这笔资产帮不了你买菜或者是付医疗账单。根据新闻报道，2022年的房屋所有者的中位净资产为$396,000，而将房屋净值去除后，则中位数降至大约$156,700。所以咱们假设你的房子价值24万，并且你没有房贷了，那意味着你的流动净资产只有17万。根据4%可持续提取法则，如果你的可支配资产只有17万，每年可以提取$6,800，也就是每月$567，再加上每月的$2000的社安金，你每月可支配的收入就是$2567，也就是一年$30,804。还记得吗？平均65岁以上的家庭支出是每年$60,087，数字根本对不上呀。更严重的是，数据显示，大约60%的退休者在退休时仍背负债务，信用卡、房贷、车贷、医疗账单都有，而且大多数不是好债务。
LendingTree 2024年的报告，66岁到71岁的人群中，97.1%的人拥有非按揭债务，其中多数是信用卡债，所以就是因为生活需要而不得不刷卡。想一想多讽刺，工作40年，到了我们该放松养老的时候，却还在为信用卡最低的还款苦撑，可能只是因为你的车需要换轮胎，而且这样的人可不是少数，是几百万。所以问个问题，如果你必须靠每月$2567生活，你可以做得到吗？如果你看到这里，你已经比90%不愿意面对真实数字的人领先多了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年龄以及这些数字有没有吓到你。所以，为什么社安金救不了你？根据社会安全局的数据，65岁以上的男性中约有12%，女性中约有15%的退休者，90%或以上的收入都来自于社会安全金。也就是说，每月大约$2000左右的社安金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经济来源。而即使社安金未来仍然存在，这里是一个大大的如果，它从来就不是设计来让你完全依赖的，它只是补充退休金，不是替代退休金。但现实是，在美国，大多数人完全没有足够的退休储蓄。Bankrate 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在美国，25%的人的储蓄为0，所有年龄段的储蓄中位数大约是$65,000，包含了现金、银行存款等等。人们把一生未来都寄托在了一张政府支票上，然后只能祈祷好运。我们按年龄来看，25岁以下储蓄少于$1500，刚开始工作还可以理解。25到34岁约$10,000左右，这就有点不妙了。35岁到44岁约$25,000到$40,000，好一点，但远远不够。45到54岁约5万到$75,000，距离退休只剩下1年半的时间，却连2年的生活费都没有攒到。65岁以上约8万到9万美金，这数字应该让你非常警觉。我们按65岁以上的群体来算一下，假设你的储蓄是$85,000，用4%的可持续提取法则，就是$3,400一年，$283一个月，再加上2000的社安金，一年大概是$27,400，但平均的退休支出是$60,087，差了整整$32,687。那么这些储蓄只能撑不到3年，所以为什么退休越来越难？原因非常简单，通胀正在无声地摧毁固定收入的人群。假设你2024年退休，月收入$2,500，那时候的日常用品、住房、电费都便宜很多。2025年，食品涨了，房租涨了，保险涨了，即使社安金 Social Security 有按生活成本调整，涨幅根本跟不上真实的通胀。你每年都在变穷，只是你没有意识到。另外一个事实是，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真正规划退休，大家忽视它、拖延它、逃避它，他们以为政府会管我，孩子会管我，以后会有好运发生。我太常看到这种情况，30到40岁收入不错，却完全不投资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以后才会开始，然后到了50岁看到账户余额才意识到自己的麻烦大了。但如果你正在看这个视频，你已经领先绝大多数人，你已经意识到了问题，你已经知道了平均水平长什么样，而你不想变成那样。所以怎样才能赢得退休呢？你要避免成为平均值，必须要做到3件事。第一，现在就开始投资，就算每月只有$50，不是明年，不是等你加薪，就是现在。财富的最大变量不是你投入了多少钱，而是时间，是你投资了多久。如果你25岁开始每月投入$500，按7%的年化回报，到65岁大约能积累到$130万。但如果你等到35岁才开始同样的每月投入$500，65岁时只有大约$60万，同样的钱差了整整$70万，这就是时间的力量。第二，至少储蓄收入的15%用于退休，听上去很多吗？但这是能体面退休的最低线。你可以从10%开始，但要逐渐拉到15%，这也是 Fidelity 的建议。第三，避免生活方式膨胀 （lifestyle inflation）， 这是零成本最强的策略。其实很多人每次加薪的时候，脑子第一反应是升级生活，更大的房子、更新的车、更贵的餐厅。但如果你能抵抗这种冲动，把涨工资的部分直接拿去投资，你会比别人早几十年财务自由。
生活方式不涨，收入却涨，这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最强的财富策略。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依赖社安金，如果它未来还存在，那只是 bonus。你必须建立一个不依赖它的退休计划。我不喝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喝，我都要钱。希望大家都要努力，不要成为这个视频中的平均值。一次大额医疗账单，一次房屋维修，一次股市大跌，任何一个都能把人彻底击垮。成为平均值是一种昂贵的错误，而看视频的你只需要做出比平均人更聪明的选择，早点投资，多储蓄，避免生活方式膨胀，持续做到这3点，你就不会成为今天我们讨论的统计数字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，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